什么意思？这你借给我的钱，私人借款对吧？不，是三井入股永利。你这叫趁火打劫，懂吗？你怎么说话呢？没有这笔钱，明天你怎么过股东大会这一关？就算你侥幸过关了，你将来还指望永利从九大借钱吗？我们永久房的章程里不是股东，股东必须是中国人。我最后再跟你说一个，死了这场戏，好吗？那好，我只问你一句：如果有朝一日你这个章程改了，允许外国人入股，你能否优先考虑三井？除非有朝一日我不再做永久房的经理。你今天就不应该来，不，别再拽我，啊！将来有你后悔的。这次被医书中说中了，看来旭东未必全是对的。子怡啊，过去千难万难，你都跟旭东站在一边，今天怎么也说他不对了？我是在担心，他明天怎么过得了这关呀？尽人事，听天命吧。行，没完了，好几年了，10几年了啊！那钱是打水头来的，对不对？怎么才能办？下去就崴了。诸位，行，诸位，诸位，诸位，都是九大的股东，大家难得一见，今天呢也没有外人，有什么话可以敞亮着说，用不着开小会啊。还用说？昨天的事儿大伙儿都看见了，美国的设备最先进了，做出来了吗？哎呦，这么多年了，九大对永利垫付了不少的银子。张俭办大生，荣德生做面粉，木谷哪个不为了红利呀？我们倒好，关西没有，红利也没见着几回。就凭这个，今天谁也别在这儿用什么爱国呀、爱民呐这点话搪塞我们。对，真不经这套。范先生，你就不说句话吗？计关西，经商可以，办工业绝不行。化工产品从研发到投产周期长，如果要想计关西，那就别想再发展。这些九大的章程上写的一清二楚，你们也都是认了才入股的，对吧？红利虽然发放的少，但只要盈利，我们都按章发放了，这些都有章可查。你办育婴堂，办图书馆，你办医院，你建职工宿舍，我们都理解你。你办的那个黄海研究社，每年耗资也得好几万吧，我们都认了。可你养的那些跟化工毫无关系的研究员，你图什么呀？九大是救济院呀。学术研究是近代工业的基础，绝不能急功近利，本不利，道不生。更何况，黄海的那些研究员，除了食宿研究经费，几年没有拿过薪俸，你们还想让他们怎么做？我就纳了闷儿，你质检败了2次了，你糟践我们好几十万了，怎么着？到今天你范旭东一点错都没了。我明白了，你们今天是想新账老账一起算。好，那你们就痛快地告诉我，我范旭东应该怎么办？
怎么做？卖永利。休想！你们只是九大的股东，无权决定永利的买卖。我们不是永利的股东，可我们是永利的债主。永利向我们九大借了多少钱呢？我们要永利还钱。对，要还钱。陈老板说的对，永利今天必须得给卖了。不瞒你们说，我们把买家都请来了，去，把菲利普先生请进来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胡先生，这个表已经做出来了，你看一下吧。哦，我看看，你看这些数据，按原来那样做的话，好，我出个价，20万。还有，九大入股永利的烂账，我们可以判过来，但总额只能是20万，这一定是顶到天了。欺人太甚！光美国进口的那4口干燥锅就40万，你们是在抢劫吗？这里到底是谁做主？谁做主也轮不到一个掌柜的做主。20万，我同意卖。我也同意。我也同意。我也同意。那我这总经理就做不下去了。你们是在败家，是误场卖国。范先生，总经理你不当，没人拦你。原来是梁先生护着你，又有不少股东念着你哥哥的情面。可现在，容不得你胡作非为。说句不好听的，你不过是我们花钱过来看场子的一条狗。给了你薪水，你不知恩图报也就算了，居然还想咬主人了。马老板说的对，他这个总经理，我这个董事长，都是大家花钱雇来的狗。我说的是范旭东，跟傅先生没有关系。菲利普先生，永利卖还是不卖还没有定局，麻烦你到隔壁等一下。我只有30分钟时间，用不了那么长时间。诸位，我这条老狗有几句话要说。你们为什么不接电话啊？为什么不接电话？现在都没有耳朵吗？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？怎么了，李先生？我找到事故的原因，我找到原因。哦，你看，铆钉。铆钉？对，铆钉，这是我刚刚从车间拿来的。仔细看这儿，还看这儿。建液对钢管有辐射性，所以有铆钉的地方更脆弱。那咱们就不用钢管，改用生铁铸管，所有接头部分用电焊焊接，这样就没问题了。也就是说，在技术上，我们没有问题，只是在设备上需要进一步的调整。对。哎，去哪儿？胡先生。原因终于找到了，侯德榜没有辜负范旭东的信任，更重要的，他没有辜负自己多年的付出。此刻，他自己很清楚，从此中国有碱了。办永利是我的主意，让陈挑甫做检是我的决断，请侯德榜出山是我拍的板，所以你们要辞掉的狗是我，而不是范旭东。傅先生的意思是想把范旭东的过错全揽到您身上。我没有替别人揽错，九大是股东制，出了错，董事长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在今天的股东大会上，我向诸位
提出辞职。副县长，这事跟你没关系。我这个盐务署顾问退下了很久了，除了吃闲饭，还有什么事儿啊？我对诸位只想讲一句话，就一句：九大可以没有我傅礼成，但是绝不能没有范旭东。傅先生想要颐养天年，谁也拦不住。但九大缺了谁，锅炉照样转，经盐照样卖。陈老板，您这是过河拆桥。我这是在商言商。说句狂傲的，有银子哪儿顾不到一个总经理啊？实在不行，我们还可以雇洋人。今天就是他们二位都辞职，永利也非卖不可。对，九大236位工友期访范先生。你们什么人？这是你们说话的地方吗？杨小姐说的话你们没有听明白是吗？九大236位工友联名上书，我们跟范先生共进退。九大不用范先生，我们跟他一起走。反正你们有的是银子，有银子还怕顾不了出口力的。还有我们。九大的25位技师，再加上我这个技师长，范先生走，我们也走。诸位，事情是由我引起的，不过昨天的问题我们已经找到了原因。是碱液腐蚀了钢管，特别是连接钢管的铆钉被腐蚀了。只要换上生铁柱管，全部电焊，这问题就解决了。换生铁柱管又花钱，只要4、5万，只要大家再拿出4、5万，我们就一定能够生产出纯碱来。哼，美国的设备都不行，换一批生铁管就行了。质检我们不懂，可道理我们懂。在座的诸位股东，你们都好好的想一想，九大究竟是谁的产业？我们投了银子，关系不济，红利可怜，有这么欺负人的买卖吗？啊！我陈立信不受这个窝囊气，我撤股。我也撤股。你们把九大欠我的本金还给我。撤股！撤股！撤股！诸位，诸位啊，都是九大的自己人，何必让隔壁的洋人看笑话呀？雅芝，你们先出去，不要在这里添乱了。文老板，马老板，还记得27年前，我们跟着梁先生一起在湖南闹维新的时候吧？吴老板，8年前我们一起建南开大学，现在想起来，就好像在昨天一样。还有你陈老板，上次和英国人的那场盐战，可谓是惊心动魄呀。关键时刻，要是没有你，那九大也挺不过这道坎儿啊。千难万险，我们大家都一起过来。今天，怎么就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，就撕破脸皮了呀？中国人啊，最要的就是这张脸啊！范兄，这不是钱的事儿。你身体不好，到这儿来干什么？唉，你们都在气头上，都是大嗓门儿。我这个病人啊，没力气说话，心虚啊。
你们能听得进去？20多年了，塘沽从一片盐碱荒滩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我们付出的心血还少吗？牧营、逐海、破除隐案、南方消盐，如今就连工业用盐的盐税，政府都给我们暂免了5年，一步一个坎儿，我们都过来了。外人没有打倒我们啊，我们却在自相残杀，值吗？我请大家认真的想一想，永利要是没有指望，洋人会花钱来买吗？是他们傻吗？啊？大道理，大家只要静下心来，都能想明白。说到细处啊，你们也的确是占尽了理。做9大的股东难呢，几10年大家都没有赚到什么钱，大家是一直念着情义，永久黄才苦撑到今天。也罢，我再厚着脸皮当一回叫花子，还想请大家再念一念情义，300、500的把这4、5万给凑出来。啊，我范家先掏1万。按理说，今天这种情况，我是绝不会来的。但昨天范先生连夜回北平找了我。范先生，我也直说了，在这种情况下，金城银行是绝不会再投钱的。不过，有9大做保带的那笔款子，可以延缓半点归还。另外，我私人再掏1000元。不好意思，我就这么大能耐了。多谢周经理，可怜我这个叫花子。袁连先生刚才已经说了，理已经被诸位占尽了。永利千错万错，是我傅礼成主持不周。今天我就地辞职，在这儿我也表示一下，傅家再拿1万，希望诸位看着情谊，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。诸位，我们刚刚接到伦敦总公司指示，布勒曼公司出资50万购买永利这间公司。就再让我们试一次，成不了再买永利也不迟。再有失败，全世界都找不到这个价了。哼！让他们再试一次又如何？我愿意再出1000块。也罢，我个人再出500元。如果再不成的话，永利就非卖不可了。我告辞了。好吧，看在范延良先生抱病说情的份上，我出800。这是你们最后一次机会了。告辞，我们走。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我哥都病成这样了，你怎么还推着他满街跑啊？旭东，我只能为你做这么多了。恐怕我等不到看着你
春节了。哎，你不要胡说。你还能看到我把酸做出来呢。你给我编故事吗？不是我，是医生说的。我送你回医院。不用了，徐东，带我去看看你从美国买回来的蛇。好，我带你去。哥，你看，这就是我们从美国进口的干燥锅。白灰窑就在这个门口，整个添料的过程都是自动的。那上面最高的那个呢，就是我知道，咱们国恒啊，都给我画过，是吗？这个就是咱们的单身宿舍。这是刚盖好的9大医院。这个是咱们技师今后住的公寓，就刚刚搭了个架子。这一张呢？这是育婴堂。这是幼稚园。不要哭，哭也救不了我。徐东啊，我和傅先生2个左右护法都不在了。作检要再不成，就没有人能够帮你了。不要哭，范氏兄弟从来不会哭的。多好啊，有锅炉，有烟囱，有宿舍，有医院，有学堂，有食堂，有育婴堂。好，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啊。鳏寡孤独，非饥者皆有所养。你把塘沽这个小渔村都建成现在这个样子了，高兴还来不及呢，为什么还哭呢？啊！坚持做，坚持往下做。徐东啊，我的话你从来没有听过。我听你的歌。你记住，艺术中它是能够帮你的。今后你还要做酸，做国防化工，总会有一个政府是永久化和中国化工可以依靠的。
些年，我都没有尽到孝道，苦了你和弟妹。没有，找个合适的机会，再告诉妈，啊。这些年辛苦你们了。奶奶，别这么说。知道吗？小许比你要苦得多。告诉他，这回让他给我们范家生个大胖小子。我听你，我跟他说，哥，我听你。中年丧父，晚年丧子。哎呦，我这个人的命怎么这么硬啊？妈，您别这么说。不说，千万别这么说。我哥他是为了事业，为了永久皇，积劳成疾累死的。你哥临终前呐，有遗憾呢，他是死不瞑目啊，知道吗？你得为他圆这个梦，还这个愿，把这个春钱做出来，把这个事业干到底。记着了。如今你看，你俩就剩下你一个独子了。传宗接代也就靠你了。你媳妇儿要是生出个儿子来，咱范家就有后了。啊！一定。别往心里去，妈说的是伤心的话，啊。要是又生一个闺女，妈会更伤心的。最新消息，用力建厂把所有管道都换成了主切管。那也未必成得了。我们不能被动地等待范启东失败。我们尼克森总裁已经布置好远东的火焰了。什么意思？伯内门的800吨优质纯碱已经到了舟山码头，随时可以到往各地。范旭东一旦做出纯碱，我们在印度南洋的分公司还囤有数千吨纯碱待命。这次不惜血本，也要让用力胎死腹中。你们卜内门纯碱的销量占了全世界的65%。现在又在中国囤积这么多弹药，是想掐死范旭东，还是想掐死我们三井啊？宇多先生，我们今天请你来举世相告，难道还不够诚意吗？好，
那我们就步调一致，我们三井也会调集纯碱来中国。设备一切正常。没有问题，范先生，可以开路了。子英，书中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来的正好，今天永利重新开炉制碱，走，快跟我进去一起看看。不必看了，这从我算起啊，也有8年时间了。就算这次做不成呢，离做成也不远了。这侯先生势必会千古留名的。什么千古留名啊？这一次要是再做不成，永利肯定会被股东们给卖掉了。你错了，我回来了，谁都买不走永利。你回来了？什么意思啊？你忘了，我说过，我的理想也是化工，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走，我们找地方聊聊。我现在怎么能走得开呢？我这事啊，比做碱大。压力正常。压力正常。范先生，徐姐姐要生孩子了。范先生，在这。这个时候，范先生怎么离得开啊？那怎么办呀？80万，你哪来的这么多钱？自宋先生在美国是学经济的，对化工也是了解一二。至少他知道，这化学工业不但可以做盐做碱，而且可以做炸药、做民生。他这次愿意全力的帮我们。帮我们？蒋介石的钱？蒋介石这次是汇集了李宗仁、阎锡山、冯玉祥4路军围攻张作霖。看来奉系的败局已定。北洋政府就要瓦解了，我们又要改朝换代。你知道徐东的，入股他未必答应，但这次他非答应不可，因为普内门的800吨纯碱已经运到舟山码头了，他完全是冲着永利制碱来的。800吨纯碱，岂止800吨，这普内门已经在远东汇集了数千吨的货源。洋人这次是不惜血本。铁了心要把永久黄给打倒，就算今天永利制碱成功，这场惊心动魄的商战也是在所难免的。这孩子还没出生，敌人已经把匕首给准备好了。不行，我得赶紧告诉徐东。他就是知道了，永久黄上哪里找人资应付。子英，我坦白的告诉你。宋先生这次是专程派我来的。现在能够救9大的人，只有宋先生和我了。再坚持一下。来了。压力有一点高，再等一等，继续添料。
压力接近极限，压力已经到极限了。不行，侯先生，这样太危险了，要不然先停下来吧。不，绝对不能停下来，死活就看这一回了。加料，继续加料。小波，过来。准备准备行了，不用了，走。坚持，再坚持一下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快水，让经济上涨来到这儿，快到我这儿，快往这里，越来越多，来，往经济的上头，来，继续来，给我水，往我这里，快往这里，越来越多，来，往经济的上头，来，继续来，多，来，继续来。其实我心里明白，这次旭东他们未必能把茧做出来，至少我没抱太大希望。部内门调进那么多茧，也未必用得上。那就更应该要有关谷精入啊，要不然大家这么多年心血不就给贱卖了吗？而且我还听说，有可能会卖给我们的宿敌普内门，这尤其不能容忍。这事儿，我慢慢做旭东工作吧。你错了，这事儿根本不可以让他知道。瞒着他，要把产业做起来，要比这个产业由谁主持更重要。能把永久黄做大、做强、做辉煌的人，并不是范旭东，而是我。有一天，我一定会让你明白的。子英，除非你告诉我，永久皇的是纯狮王，你已经不在乎了，那么圣贤那边差事我也可以不要，我愿意跟你一起远走高飞，不管去美国、去欧洲，还是去任何地方。为了所谓的事业爱情，我们已经付出了半辈子的光阴。总该为自己拥有些什么吧。我只要能够拥有你，我一书中此生足矣了。我们已经耗费了10多年的光阴，我们已经没有本钱再去浪费了。可你知道，我心里到现在也只能放得下范旭东。明知无望，我还是默默地等了这么多年。本想一直等到死，我也不知道我在等什么。我只是想，我的这份感情不能交给他，那就交给永久皇吧。永久皇总不能拒绝我吧？这样一想，又觉得我这份感情似乎有了归宿，所以，如果永久皇真有走投无路的一天，我绝不会坐视不管。范先生，可以开查房间了，请吧。